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官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我们日常汽车中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，就是后轮打滑。一般情况下，后轮打滑大概有3个问题是主要因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胎压过高，因为胎压过高会导致轮胎与地面的接地面积比较小。OK， 你给油的时候就容易打滑，这是一。第二个是我视频中经常提到的，就是后避震的回弹速度过快，回弹阻尼偏小，或者说回弹拉不住，然后会噗嗤，就是低频大幅度的这样打滑。那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车体几何问题导致的打滑。这里有一个车友，也是我给他调的避震，然后在他骑行过程中呢，他觉得前避震有一点点硬，于是他自己把前避震的预载调松了好几圈，猜测大概得有个4、5圈、5、6圈的样子。调完之后呢，前面确实软了，但是会带来一个问题。他说出弯给油的时候，原来后轮不打滑，现在变成非常容易打滑。这个原因怎么造成的呢？首先，你把前避震的预载放了很多圈之后放掉，等于是逆时针转，对吧？逆时针，然后你的前避震的可用行程会变短，车头会下降，就等于我的车头比原来低了。我这个不能压缩，所以我把后边举高了给大家展示啊，就等于你的车头比车尾低了很多，对吧？大概是这样。那这样调整带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原来你的重心是居中，当你的车头变低，车尾变高的时候，你的重心势必是向前的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你再去骑的时候，后避震所承载的压力就减小了，因为重心靠前了。那压力减小了，我们压住后轮的这个力就减弱了，于是它更容易在你同样的转速、同样的扭力下，它更容易打滑，因为负载降低了。那负载降低了，肯定是更轻，对不对？那你同样的力量去给油的时候，它势必更容易打滑。这个问题就是，当你的车体几何产生变化的时候，一定会带来操控上的变化。那我们调的时候就应该注重前后的平衡。所以这个案例里，如果他想要前避震软一点，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如果你觉得硬的话，比现在这个设定，逆时针松1到2圈预载，压缩阻尼逆时针调小1到2格，微调，然后再去骑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调整的结果是否符合你的需求。那如果是的话，就完事儿了。如果要继续调，那我要继续考虑，我是光调压缩阻尼，还是要继续调这个组合。如果你的预载调了特别多圈，比如说4圈、5圈以上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反向去检查你的后避震是否有可调节的空间。也就是说，同样，当你车头降低的时候，我为了保持车体平衡，我需要同步让后边也降低一点，这样车才是平衡的，对吧？所以今天这个案例其实是想跟大家说，当你大幅度调节某一项设定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另外一侧，尤其是预载这种影响车体平衡的设定。这也是我原来的视频中跟大家说过，我们所有调节都是要小步快跑，你微调，调1格压缩，调1格回弹，调2格压缩，调2格回弹，或者预载调1到2圈，而不是要把一个设定一下调很多圈，这样你的车的驾控的感觉就会变得非常的突兀，跟你原来几乎可以说判若两车。所以这个案例想跟大家说的是，别怕麻烦，小步快跑，微调，每次调完之后进行测试，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调节节奏。今天的小问题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关注我了解更多机制知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